大家好，我是 Lynx。现在我身边的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树，它的名字叫做巨杉，平均呢可以长到50到70米高，它们的躯干平均可以达到5到7米长的直径。这些巨杉它们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世界爷，我觉得它们就是世界树的现实版的化身了。而且这些树它通常只分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小的山区里面。没错，我们现在正在美国，欢迎打开新地图。加油，Lynx，快跑！小猪快跑！这一集的美国之旅，我们不仅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树，还探索了生命最难以存活的死亡谷。而神奇的是，从地图上看，这两个地方的直线距离相隔不过100多公里。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这么小的范围内造就了2个世界之最呢？这次我带上了小米最新发布的15 Ultra 来拍摄旅程中的绝妙风景。已经进入红山深地了啊！好好看啊！哇，这个超级美，超级好看！进入 Giant Forest，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哇，现在刚刚好是5天，下着大雨，然后山子里面在下雪。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旁边已经有超多巨树了。你现在是真的小螃蟹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树。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美国的 Sequoia， 也就是最新的苹果系统，它的名字就是 Sequoia。这也是美国的巨杉公园。这种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它就只生活在这一块区域，非常的稀少。日本有一个地方跟这里很像，叫护野神社，但是那个树的远远没有这么粗，粗度远远没有这个粗。哇，它们就连松果都好大呀！捡到一个，你看，现在上面都是冰。我觉得你好喜欢这样的地方。哇塞！现在下的是雨夹雪，大部分时候呢，我会希望是晴天，但是少数时刻，像现在我就会喜欢这样的带死不拉活的天气，特别是我全身都在一个防水的保护中，我们很惬意的对，去享受这里的风景了。哇，这个地方呢，一定是充满了灵气，才能够长出这么粗壮的树木。我就特别喜欢森林、树木，住在树屋里啊，或者走在这种森林里面，就会觉得很惬意、很舒服。你知道吗？这个树呢，它的平均寿命有2到3千年，它们的生长速度其实还说是算比较快的那种树了，但是需要好几千年才能长到这么大的个体。2000年，公元前，现在是公元2025年。对啊，人类你说公元前还在干嘛呢？他们就已经在这儿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像是2个不同次元的这个物种。它看我们呢，我们的生命可能就像小飞蛾一样转瞬即逝，所以呢，我们永远不可能和它沟通。在我们看来，它们的生命就像是静止的一样，但是它们的感知可能不是这样。哇塞，这个树根大小真的是，人类有很多文学作品都会对巨大的树有一个称号，叫做世界树。就是人会对这个人类总是会对寿命很长甚至是永恒的东西抱有憧憬吧。其实今天下着大雨，我们也按耐不住迫不及待的想走在巨杉森林里，并和他们留下合影。小米15 Ultra 的3倍镜头在这里尤其的好用，70毫米的焦距能够很好的把人和巨杉压缩在一起。为什么这些巨杉能在这里生长得如此巨大呢？这里临接内华达山脉，从太平洋来的湿润空气会给这片山区带来丰润的降雨，并在冬季积雪，更能提供稳定的水源。而就像大家最近从新闻里看到的，美国频发山火，恰好巨杉的树皮异常耐火，他们会利用自然山火来清除竞争的植被，而且火灾还能将热空气带入树冠高处，
让球果干燥并且打开，从而释放大量的种子进行繁殖。这也是美国对自然山火默许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是自然的选择，只要不伤及人类，就不会干涉。Oh my god！ 看我发现了什么？松果冰激凌，这给松鼠一家能吃几年吧？能吃个一个冬天吗？这也太大了！你背后还有一个，来，我背后还有一个。这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松果？好香哦！实际上，这个是来自于唐松树，而非巨山。这里的海拔高度大约是2000米，孕育着最大的树和最大的松果。而我们即使是从卫星的视角来看，相隔100多公里的东边却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而那里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前面应该就是死亡谷了，算过去。哇！你刚刚跟我讲完，我们再一看，海拔已经到20了，现在马上就到0外。我这辈子呢去过一些高的地方，但是这么低的地方还真的是头一次来。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牌子，刚好就是海平面的高度，再往下就是死亡谷屋顶。大家看窗外的这个植物已经有变化了，刚刚那种黄色的地貌都变成了这种黄黑色，植被明显个体都变小了。哇塞！我用这个4.3倍的镜头看到远方，能够看到空气这个在扭曲，这个温度太高了。我们去的时候是2月上旬，正值冬天，巨山公园在下雪，而这里的温度高到远处的空气都是扭曲的。目前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地表气温就是在这里测出来的，高达56.7度。这里是死亡谷的游客中心，它门口就会立一个牌子，告诉你今天的温度。而我们现在是冬天2月份，它白天这里就会到17度，太牛了！死亡谷到底有多热？曾经呢，有一个人在这边越野，他的轮毂都被烤化了。轮毂哎，这个不是轮胎，那他轮胎直接就爆了。我估计是。我的天哪，这太夸张了！我这里应该是美国本土最干旱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今天只去一个地方，是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叫做迷踪石。它呢位于死亡谷深处的一个干旱的河床上面，叫做步道湖。然后单程开车过去就要3个多小时，所以来回就是6个小时。但是因为这种现象非常的神奇，我想去亲眼看一看。我们4个人都在一辆车上。我们再去那个湖的路上，看附近已经变成了这种黑色沙地的地貌，长着这些植物。你在干什么？哇塞！我在观察这个植物的叶子长得很不一样，没见过这种形状的。而这个3倍镜头，它可以最近10厘米之内可以对焦，可以拍到非常微距。这种植物的名字叫沙漠冬青，是死亡谷最耐旱的植物了。而当我们继续往前，窗外生长的植物就又不一样了。哇塞！你看这边有一棵植物完全不一样，跟其他长得。哇塞！它的叶子也是这里面最亮绿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约书亚树，之后可以让小儿同学帮我识别一下。实际上这是种仙人掌，有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泰迪熊仙人掌，因为它的根茎上长满了刺，换一个逆光的角度看，会觉得毛茸茸的非常可爱。但它却是最不适合被拥抱的植物，因为它的刺带有倒钩，一旦被扎到就会牢牢地挂在肉上。我发现这个到达这个全美国最不适合生长生命的地方，这个地方之前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生命，而且这些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大家看，这是什么仙人掌吗？长这个样子，穿了个衣服一样，然后这个叶子很绿很绿。然后这边还有一株，大家看，这个真没见过，好好玩哦。我要去拍一张照片。每周真的不一样。这个跟我人一样高嘞，不比我高多了，像穿了一个稻草衣一样。这个真的好好玩哎。这条路真的是仙人掌公园啊！我发现。它的名字也非常有趣，叫约书亚树，好像还和宗教有关，基本只生长在北美的沙漠里。
它们的寿命也极长，且生长速度非常缓慢。成年种每年大概也只能长高3.8厘米左右。它们是美国西南部的象征。我最喜欢的 U2的一张专辑也以它们命名。我们快到了，对，那边就是了，已经能看到了。就是这段路，我靠，真的是脑花都给摇晕了。我去，太颠了！我们这个开了3个多小时车，终于到这儿了。然后我本来计算的是日落之前1个半小时，我想今天总能看到日落了吧？结果这个山有这么高，挡住了，太阳已经落山了。哎，风滚草，真的叫风滚草啊？不完全是。这点我看这儿有刺儿吗？有刺儿，有刺儿，你不要用手碰。我刚差点用手那啥了。别，还第一次走到这个干旱的湖面，这有可能是史前时代通过剧烈的这个暴雨降水，然后呢马上有急剧的蒸发形成了这种，你看龟裂的地面，好硬，超级硬，超级硬。就这个湖这边应该是没有任何生命生存的地方。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会出现一种石头叫做迷踪石。你敢信吗？我为了找这个石头，我们走了46分钟，走了2.1公里，太难找了吧？但是我们这个发现非常的有价值。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石头，但是从这个角度你去看，它是后面有非常非常长的轨迹的。而且这个轨迹长达上百米，这种石头就叫做迷踪石，全世界通常都只会在美国的这个跑道湖里面被发现。主要好像原因就是非常罕见的时候会下大雨这里，然后呢，它晚上会温度很低，会结冰，结冰的时候第2天的太阳把它晒化，然后呢，微风吹动那个冰块，这个石头才能在这个湖面上飘动。走着走着，我们发现远处有一个人影，于是就想，他那边会不会有更明显的迷踪石现象？借一下石头，测一下石头。走啦。Hi, how are you? Hi. Find the stone, the sliding stone. There's one right there. Oh, that's beautiful. Yeah. And we already walked for 3 kilos. First time out here? Yeah. Me too, yeah. Uh-huh. First time to the USA? Yeah, first time. You liking it so far? Yeah, I really like it here, and especially the steak. I love the steak. Yeah. And the view just look like the other planet. It does. Looks like a different planet. Yeah. You're using telephoto lens. Can I ask what are you taking? I'm waiting for the moon to come up. Moon come up. Yeah. Oh. Wow. It's going to be a full moon tomorrow, so it'll be almost full today. Ah. Yeah. 反正月亮也还没出来，于是我就想着给他拍张照片吧。林克斯说：“看起来很酷，能不能用我的手机给你拍一张照片？”而就当我们拍着照的时候，月亮已经偷偷升起来了。哎，哦 ，come out！ 哇！啊，他一个人搬了把椅子在这儿拍月亮升起。本来已经等了很久了，他应该等了几个小时，至少跟林克斯打岔。结果他没有拍到月亮，但是他很稳。然后我们再看这边，这边有非常非常漂亮的霞光。开这里了。哇，我们今天住在死亡谷里面的酒店，它这个完全就是建在荒漠这个里边的酒店。但美国景区里的物价也真是太高了，和外面比直接翻倍。这个很有美国这种酒馆风哈。哇，这个牛排感觉好不错呀。我觉得对于美国的印象来说，牛排一定是在他们食物中算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种食物了。而看我们这个牛排烤的非常的黑黑的，就感觉是炙烤过的感觉。虽然味道真的很不错，但光是牛排就要50多美金，大概400人民币。我们如果一人一份牛排就要花掉1600。但住在景区里最有价值的还是第2天早晨能很方便的去看蓝调时间。哇，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Badwater。这个世界上起得最早的只有摄影佬和钓鱼佬。
我们这边认为钓鱼佬更胜一筹。前方呢就是死亡谷的月亮，马上就要降下去，今天是满月，非常漂亮。快点啊，月亮要下山了。这个地面为什么是白色的呀？面前的这个场景呢，非常的梦幻。那我们走在了美国的死亡谷的盐碱地上，月亮正要下山，然后马上就会无缝衔接，太阳升起。跑起来了！下去的好快啊！我就说你出来晚了吧，你又死不承认，嘴硬。因为呢，我拿着相机，我不能拍太陡的画面，为了大家，所以我要慢慢走。OK， 别上焦了，糟了，月亮真的要下去了，加油，Links！剩余的月光和太阳升起前微弱的蓝调光线，让这片盐碱地看起来如雪地一般纯净。你看这个太阳落的真的，月亮我们也真就感召这一下啊！对，半秒钟，非常近。我们像在极寒的这种世界里面一样，非常纯净的这个白色，它其实是盐碱地。而我这个就是完全是自动白平衡出来的，就超级好看。所以我待会儿很想试一下，这玩意儿能舔一口尝一尝吗？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是我认知世界的特殊的方式。哦，好像是。走到这边之后，发现会变得有一些不一样了。这边变成一块一块的这种，有纹理了。有纹理了。现在因为比较亮了，我只需要报5秒钟。为了最好的画质呢，我通常会选择用它的原生 ISO。哇哦，你可以看到这些地面的纹理，盐碱地的这个纹理，哇塞！我觉得手机最难做到的一点就是你拍出来的照片像相机一样那样自然。因为通常你看，在现在这个时代会有很多算法呀什么的，它会非常锐。我觉得小米15 Ultra 拍出来的真的超级自然。我现在是第一视角盐碱地，我来摸一下它。哇，它其实是很硬的、很粗的那种质感，像岩石一样，但是上面会掉那种碎碎的渣出来。不，真的很多人踩过的，不要！没事儿。不是你那个肠胃，我求求你了。反正就尝一小口，尝一小口。不要！我先尝块白的。你的好奇心太强了，Links。就是盐嘛，这个白色的盐粒儿，我再尝个灰色的。刚好有一小块儿。就是这种粗盐，听说要在100年后才毒发呢。快走吧，快走吧。我们所处的这个坏水盆地，才正是能够说明死亡谷为何如此炎热干燥，且让生命难以存活的原因。这里是北美海拔的最低点，负86米，而100多公里外的巨山公园则有2000多米高。这巨大的高度差让来自太平洋的水汽被山脉拦下，而吹到这里的风就十分干燥了。再加上海拔极低，且周围环山，热量散不出去，所以这里就像是一个烤箱一样，因此才得到了死亡谷这个名字。虽然气候十分恶劣，但也还是有很多生命存在这里，也让这里变成了著名的国家公园，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视频的最后，我们来到了死亡谷的沙丘。哇，这个好棒！这个影子很长，我感觉自己像路飞，你知道吧？橡胶人。过目喏。因为我们到的时候又没赶上日落的金光，而且这里下午真的很热闹。为了能够纯粹的体验到在沙丘中的宁静，我们第二天早晨4点钟起床出发，再次来到这里，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在死亡谷的沙丘里面，邀请这只红蟒鱼跟我一起欣赏沙丘上的月落和日出。你知道李玟有一首歌吗？叫《月光旅人》。哦，你唱的不就是我们吗？哦，哇，就是纯净多了吧？其实这边还是 Star Wars 的取景地呢。我现在在好几个沙丘夹着的中间的这个地势低一点的地方，这里很神奇，出现了一大片的这样的白色的石头，
感觉如果是在沙漠里头的旅人的话，就会找这样的地方来扎营，因为它的地基是平的。这个地方就很适合作为格鲁德小镇的雏形了。走到这边已经没有什么脚印了哎，这看来这边来的人很少。我觉得当我真的走进了这块盆地，然后眼前的沙丘扩展开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场景很不真实，因为人眼的这个视角最大都只有这个180度吧，好像，但是你的视野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纯净的沙丘，还有这个夜空，非常的神奇，有点像微信 Pro 里边的那个虚拟场景一样，美得不真实。我们完全的在一片沙丘里，然后这边是日出的方向，天边已经泛起了亮光。我现在觉得沙漠是和雪山一样纯净的地方哎，走得够深了之后，它也没有植物，这只有沙子，还有天空，就会让你放空吧。面前的沙丘终于没有脚印了，我们的这个沙丘的形状以及后边山的形状，超级的艺术。我要拍下。是大自然勾勒出来的最美丽的形状。火烧云现在快要来了，这片云已经被染得非常红了，而在我们面前的风景呢，非常的朦胧，可能是那边起风，卷起了风沙。哦，就感觉这种时候人就不够用，然后我就想分身，我能够去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哎呀，我们就把我们的目标设在前面的那个山顶。呀、yeah. Let's go. Let's go. 当我们走到最高点了之后，看到前面的所有其他山丘都比你低，他们现在都被非常漂亮的日出那边的光线给照亮，这个层次感超级的啊，我都没办法描述了，我没有见过这种风景。天哪，天哪，我要在这儿开始拍了，宝宝。非常的有趣，远方是风吹起的沙雾，然后再远呢就是山。我们刚刚不是过去了，有脚印了吗？是的。你拍风你拍不成了，但是呢，我觉得有新的拍法，就交给你了，螃蟹。我需要按快门吗？快跑！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跑，我才不呢。他摁着你。天哪！哇！大家看，现在小螃蟹呢，在远处的那个地方，啊，我要过去找它了。
从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在美国的沙漠里面看这么漂亮的日出。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也不需要再急了。教你小螃蟹在这吃个早饭怎么样？吃个早便饭吧。来吧，把这小浣熊拿出来。哎，我还没说呢，你1.5袋，你要是1.5袋？对呀。奥尔良烤翅味儿和这个招牌香辣蟹味，你要吃哪个？我要吃招牌香辣蟹味儿，快给我。干杯！在死亡谷的沙漠里吃小浣熊，哎。我走了，拜拜。看完日出，吃完早饭，本以为我们的旅程已经结束的时候，我找到苹果壁纸了。啊，在哪儿啊？看那儿。哇塞，真的耶！这个好完美啊，这个形状。撕腿，快跑呀！但是真的跑不动了。早上4点就起来了，走了好几公里了。哇，在那鞋里面灌了2斤沙，走一步陷一步。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个形状完美的沙丘。有时候，人生就是需要非常的勤奋努力，再加一点点幸运。哎，我们走到这边来了，然后现在只需要切到4.3倍的镜头。这个地方确实位置特别像，但是我现在可以拍到我们自己的版本。